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她走进一个房间，不用刻意打扮，不用高声说话，周围的人却会不由自主地往她那边看。她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你一眼就觉得这个人活得很好，生活很丰盈，内心很安定。你走近了，想搞清楚到底哪里不一样，却又说不上来。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很多年。有人说那是因为她穿得好，有人说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是因为她有钱。但你仔细想一想，这些解释都站不住脚。穿得好的女人多了去了，长得漂亮的女人也多了，有钱的女人更多。但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女人都能让你产生那种她这辈子过得很好的感觉。那究竟是什么？我研究易经几十年，走遍大江南北，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我告诉你，那是味道，不是香水的味道，不是名牌的光泽，更不是妆容的精致，而是一个人由内而外经过岁月沉淀之后自然散发出来的生命气场。这种味道你想装不出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讲清楚，一个女人如果身上有这3种味道，说明她这辈子真的过得很好。这3种味道从易经的角度看有它深刻的道理，从八字命理的角度看有它清晰的脉络，从风水的角度看有它内在的逻辑。听完我说的，你对自己对身边的女人都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在讲这3种味道之前，我要先带大家了解一个概念，因为这是整件事情的根基。易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气构成的。山有山气，水有水气，花草树木有草木之气，人当然也有人气。这个气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空气，而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场，是一切生命运作的根本动力。古人观察天地，发现了一个规律，什么样的气就生出什么样的外在。土地肥沃，气息充盈，庄稼就长得好；土地贫瘠，气息散漫，寸草难生。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内在的气场是充盈的、稳定的、流动的，他的外在表现就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一位老先生，他是当地有名的风水师，同时精通八字命理。我到了他家，一进门就觉得不一样。那个家不大，家具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但整个空间有一种让人心静的力量。老先生坐在那里，年近80，眼神清澈，语气从容。你坐在他面前，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心里踏实。我当时问他，您这种气质是怎么修炼来的？老先生笑了，说没有什么修炼，是活出来的。一个人怎么活，就会散发什么气。气这个东西不会骗人。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越来越觉得有道理。八字命理里有一个说法，叫命由天定，运由人造。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天干地支已经排好，这是先天的格局。但后天怎么活，怎么走，能不能把先天的格局发挥出来，甚至超越先天的局限，这才是人真正的主动性所在。那些真正过得好的女人，不管先天八字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在后天的生命历程中养出了一种独特的气。这种气就是我今天要讲的3种味道的底层来源。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一种味道，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沉香之气。你们听说过沉香吧？沉香这种东西不是你把一块木头丢进土里，过几天就能得到的沉香的形成，需要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需要树木在特定的环境中经历风雨虫害、岁月侵蚀，才能在木质之中慢慢凝结出那种芳香物质。沉香越沉，香气越醇厚，越深远，越持久。一个真正过得好的女人身上就有这种沉香的气质，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精确描述的东西，但你一旦感受到，就会立刻认出来。她说话的时候语速不快，用词准确，不会乱用词，也不会随便发表激烈的评论。她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对方的，不是心不在焉的东张西望。她笑的时候是真的在笑，那种笑容从眼睛里透出来，温暖却不轻浮。这种气质从易经的角度来说，对应的是坤卦。坤卦是64卦中的第2卦，代表大地。大地是什么？大地是承载万物的力量。春天来了，大地孕育种子；夏天来了，大地给庄稼提供养分；秋天来了，大地接受收获的重量；冬天来了，大地在沉寂中积蓄力量。大地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张扬，从来不说我今天累了，我不干。大地的德行是厚重、包容、持久、默默无声。坤卦的卦辞说：元亨利牝马之争。牝马就是母马，母马的特性是柔顺持久，能跑远路。易经这里用母马来比喻坤卦的德行，意思是说，真正的女性力量不在于刚猛，不在于爆发，而在于那种绵绵不绝、持久稳定的内在能量。那些有沉香之气的女人，正是活出了坤卦的精髓。我接触过很多女性，其中有一类，她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最出众的，但随着年龄增长，气质反而越来越好。你看她30岁的照片，再看她50岁坐在你面前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50岁的她比30岁的时候更耐看，更有魅力，更让人想靠近。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几十年里一直在往自己的生命里存东西，读书、思考、经历、感悟，点点滴滴都积累在了他们的气质之中。就像沉香树，每一年的风雨都是一次历练，每一次历练都在木质里增添一缕幽香。从八字命理的角度来说，这种沉香之气与八字中印星的状态密切相关。印星在命理中代表智慧、涵养与庇护之力。一个八字中印星健旺的人，通常思维缜密，内心沉稳，不容易被外界的浮躁所干扰，做事情有一种不急不躁的笃定感。这种人往往越到中年之后，气质越出众，因为他们的内在能量需要时间来发酵。但我要特别说明一点，八字中印星健旺是先天的配置，是一个人生命能量的底色。后天能不能把这种能量真正发挥出来，还要看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先天有印星的优势，但如果后天不读书、不思考，整天只想着怎么炫耀、怎么跟人比较，那这种优势就会慢慢消耗殆尽，反而变成负担。而先天印星不够旺盛的人，如果后天肯下功夫修炼自己的内在，一样可以养出沉香之气。所以沉香之气是可以后天培养，但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真实的生命投入。风水上有一个说法叫书香传家，一个家里如果常年有人读书，这个家的气场就会慢慢变得不一样。古人观察到，有书香积累的家庭，家中人的气质普遍更好，眼神更清澈，言谈更从容。这不是迷信，这是气场的真实反应。书籍里
积聚了无数前人的智慧与能量。一个人长期浸润在这样的能量场中，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改变。那么一个普通女人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种沉香之气呢？我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判断标准。第一，看她如何面对等待。有沉香之气的女人，怕等待，排队的时候她不焦躁，计划被打乱的时候她不抓狂，事情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走，她能调整，能接受，这种从容，不是麻木，而是内心深处有一种稳定的支撑。第二，看她如何接受批评。真正有涵养的女人，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不足，第一反应不是反击，不是逃避，而是先认真想一想，对方说的有没有道理。她有足够的自我认知，不需要靠否定别人来维持自尊。第三，看她说话是否有留白。有沉香之气的女人，说话不会把所有的意思都堆在表面上，她懂得含蓄，懂得在恰当的地方停顿，给对方留下回味的空间。这种说话方式不是怯懦，是真正的从容与自信。反观那些想要伪装这种气质的女人，你很快就能看出破绽。她们会刻意放慢语速，但眼神里掩不住的急躁。她们会故意说我不在乎，但身体语言出卖了她们内心的紧张。她们会摆出一副岁月静好的姿态，但一遇到事情立刻回到本来的慌乱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装不出来。沉香的香气是树木用几十年岁月换来的，人的沉香之气也是生命用几十年真实的磨砺换来的。时间不说谎，气质不说谎。好，我们来讲第二种味道，我叫它福气之香。注意，我说的不是富贵之气，这两个概念不一样。富贵之气是财富和地位带来的外在显现，有钱的人才有，没钱的人没有。但福气之香不是这么回事。我见过很多家财万贯的女人，身上没有丝毫福气的味道，一看就是活得很辛苦、很内耗的人。我也见过家境普通、生活并不宽裕的女人，身上却有一种让人羡慕的丰盈感。走在路上，你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圆满的。那什么是福气之香？我用一个字来概括：知足。不是那种算了认了，反正也没别的办法的认命，而是真正感受到自己现有的生命是丰盛的，值得珍惜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满足与感恩。易经里有一卦叫做泰卦，在64卦里，这是一个非常吉祥卦。泰卦的卦象是什么？下面是乾，代表天；上面是坤，代表地。按照常理来说，天应该在上，地应该在下，这才是自然的秩序。但泰卦偏偏反过来，地在上，天在下。这是为什么？因为气的运动是有方向的，天气向下走，地气向上走，当天在下。地在上的时候，天气向下，地气向上，两种气交汇在一起，相互融合，相互滋养，万物生生不息。这就是泰卦的精髓。阴阳相交，上下贯通，和合而生福。反过来，如果天在上，地在下，天气往上跑，地气往下沉，两者越离越远，永不相交。这就是否卦，代表闭塞、困顿、不通。这个道理放在一个女人的生命状态上，同样适用。一个有福气的女人，她的生命是通的。什么叫通？就是她内心里没有太多的堵塞，没有太多的积怨，没有太多的执念。她跟身边的人，跟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跟自己的过去，都处于相对和解的状态。这种和解不是软弱，
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的释放。因为他知道，抓住不放的人和事，只会消耗自己，而真正值得珍惜的，从来不需要靠执念来维持。生命一旦通了，福气就来了。从八字命理来说，一个女人命中的福气与食神有很大的关系。食神在命理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星神，代表享受、口福、才艺、从容，以及一种天然的吸引力。食神旺盛的女人通常喜欢生活，懂得享受，无论什么样的处境，都能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式。他们不是那种永远在追求更好、更多、更大的人，而是真正活在当下，充分感受此刻的美好。这种特质外在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让人见了就心生喜欢的福气之香。你看他的眼睛是有光的，不是那种亢奋的、焦虑的、想要证明自己的光，而是一种温润的、平和的，似乎已经找到了生命节奏的光。你看他的体态是舒展的，他不会整天绷着身体，肩膀紧张的耸起来，脖子僵硬的往前探。他的身体是放松，是安住在自己这里。这种放松，从中医和气血的角度来看，是气血顺畅的体现。人一旦内心有太多紧张、焦虑、怨恨，气血就会郁结，身体就会出现种种不适，外在表现也会变得僵硬紧绷，让人觉得不舒服。有福气之香的女人，你靠近她，会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放松下来。这是气场的感应，是真实存在的能量交换。风水里有一句古话叫藏风聚气。风水好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气不会散掉，山水环抱，气流在其中缓缓流动，生机勃勃。如果一个地方四面漏风，气无从积聚，这个地方的能量场就会很弱，住在里面的人往往也精神散漫，难以积累。一个人也是一样，那些福气深厚的女人懂得藏，不是藏着掖着，不是刻意深沉，而是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知道什么值得花精力，什么不值得，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沉默。他们不轻易把内心的能量消耗在无谓的争执和比较上，因此气场总是饱满的。那种饱满就是别人眼中的福气。我还要说一点，有福气之香的女人，她对待食物的方式也很特别。不要小看这个细节，一个人如何对待吃饭，很能说明问题。有福气的女人吃东西的时候是真心享受的，她不会一边吃一边愁眉苦脸的想着各种烦恼，不会一边吃一边看着别人的碗里比较自己吃的好不好。她能感受到食物的味道，能感恩这一口食物的来之不易，能从一顿普通的饭里感受到生活的温情。这种对生活小事的珍惜和感知能力，正是福气深厚的标志之一。反过来，那些试图伪装福气的女人，往往走向两种极端：要么过度展示自己多么享受生活，恨不得把每一顿饭、每一次出游都变成表演；要么表面上说我挺好的，我很满足，但言语之间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别人的羡慕，对自己处境的不满。真正的福气是安静的，不需要表演，也不需要证明。好，现在我们来说第三种味道。这第三种味道是三种味道里面最高级的一种，我把它称为清泉之韵。什么是清泉？山里的泉水从岩石缝隙里渗出来，清澈透亮，没有杂质。你用手捧起来，水是凉的，是纯净的，喝下去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清甜。这种清泉，不管周围的环境多么复杂，它的本质始终是清的、干净、澄澈的
一个有清泉之运的女人，就有这样的特质。她不是没有经历过世事，不是没有受过伤，不是没有走过弯路，不是没有经历过失望、背叛、挫折、委屈，恰恰相反。你看她身上的那种清澈，是经过了很多之后还能保持清澈，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像山里的清泉，经历了层层岩石的过滤，才变得那么纯净。这种气质，我用易经里的景卦来解释。景卦是64卦中的第48卦。景卦的卦辞里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极好：景养而不穷。意思是真正的好景，它的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不管汲水的人多么频繁，井里的水始终清澈甘甜。这个卦象对应到人身上，就是那些内在有不竭智慧与清明的人，他们的生命不会因为遭遇的挫折就变得浑浊，不会因为被人辜负就变得怨毒，不会因为走了弯路就变得偏激。他们有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有一种始终回归清明的力量。有清泉之运的女人，你跟她交谈，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她说话往往有一种穿透力，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强硬，而是一种直达本质的准确。她说出来的话，不绕弯子，不堆砌，不卖弄，就是简简单单几个字，却能让你一下子看清楚一件事的本质。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在大量的生活经验和内在反省中磨砺出来的。他见过了很多人，所以能迅速看出一个人的心性。他经历了很多事，所以能快速把握一件事的关键。他走过了很多弯路，所以能在混乱中找到方向。但最关键的是，他在这一切的经历中，没有被磨成愤世嫉俗的样子，没有变成一个处处设防、时时算计的人。他还是他，清澈、温暖、真实，只是多了一种深邃。从八字命理的角度来说，这种清泉之运与命局的清浊有关。命理里有一个说法，叫做命局喜清不喜浊。一个八字格局清晰的人，用神明确，喜忌分明。这样的人思路清晰，不容易被外界干扰，做事情有一种笃定的主见。反之，如果八字格局浑浊，干支之间的力量相互冲突牵扯，这样的人往往思路混乱，容易犹豫，容易被别人的想法左右，内心难以平静。但我一直强调，命理是参考，不是定论。后天的修炼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命局的清浊。一个人如果长期保持内心的清醒，持续反省自己，不断清理内心的杂质，久而久之，命局中那些浑浊的能量会慢慢被净化，气质也会越来越清明。这就像一口浑水，只要你不断往里面注入清水，同时让污浊沉淀，最终水也会变清的。风水里对水有非常多的讲究，其中一个核心原则就是流水必须清澈。风水中说，水清则财旺，水浊则运滞。清澈的流水代表气场的流动是干净的、顺畅的、有活力的。如果一个地方的水浑浊污秽，散发腐臭，那么这个地方的气场就是压抑、消耗性的。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他自己的风水。内心清澈的女人，她的气场是流动的，是有生命力的。她不会把怨恨、嫉妒、计较这些东西长期积压在心里。她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来消化和净化这些负面的能量。有的人通过读书，有的人通过与山水为伴，有的人通过修身养性，
方式不同，但目的是一样，保持内心的清澈。这种清澈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具体的表现。有清泉之韵的女人，不背后说人坏话，这不是因为她没有立场，而是因为她明白说人坏话是一种能量的消耗，于己无益，于人有害。她有她的判断，但那个判断她放在心里，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不是说出来去伤害别人，或者显示自己。有清泉之韵的女人跟人发生矛盾之后，能够相对快速地从情绪中出来。这不是说她不在乎，而是她的内心有一种弹性，有一种恢复清明的能力。她可以当下很生气，但不会把那份气带着走很远。这就是清泉能净化杂质的道理。有清泉之韵的女人对自己是诚实。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因为这是清泉之韵的根本所在。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自欺欺人，不承认自己的嫉妒，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我只是觉得公平；不承认自己的恐惧，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我只是谨慎；不承认自己的贪心，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我只是不愿意吃亏。这些自我欺骗就是内心的污浊，会慢慢把一个人的气质侵蚀掉。而有清泉之韵的女人，她能正视自己的阴暗面，不美化、逃避，承认了，然后努力改变。这种诚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正是这种勇气，让她的内心始终能保持清澈。那些假装自己有清泉之韵的女人，又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喜欢标榜自己看透了一切，动不动就说我早就不在乎了，名利如浮云。但实际上他们往往是最在乎的那种人。他们说的超然不过是一种防御机制，是因为受伤太深，所以假装不在乎，以此来保护自己。这种假装不是真正的清澈，而是一种更深的执念。真正清澈的人不需要标榜自己清澈，清泉流淌，自见其清，不需要任何解释。现在我们来把这三种味道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沉香之气、福气之香、清泉之韵，这三种味道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女人完整的生命气场。沉香之气是底色，它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厚重与从容，是一个女人内心深处最坚实的那一层。有了沉香之气，她才有资本在风浪中不慌乱，在诱惑前不动摇，在失去面前不崩溃。福气之香是底气，它是生命的充盈与丰盛，是一个女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确认。有了福气之香，她才能真正享受生活，感受到每一天的美好，而不是永远在追求下一个的焦虑中度过。清泉之韵是底蕴，它是历经世事之后仍然清澈的智慧，是一个女人精神世界最高的层次。有了清泉之韵，她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深度，才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保持自己，在接纳世界的同时保持清醒。我把这三种味道对应到易经的三个卦一起来看，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坤卦是大地，代表沉香之气，大地给万物提供根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大地永远在那里，稳稳当当。太卦是天地交泰，代表福气之香，阴阳和合，上下贯通，万物得以生长繁盛，这种状态就是福气的根源。井卦是深井清泉，代表清泉之韵，水深而清，取之不竭，这是智慧的象征，是生命活力的不竭之源。这三个卦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女人完整生命状态的写照，有根基，
有生机，有智慧。那么这三种味道能不能后天修炼呢？我的回答是完全可以，只不过修炼的方式不是表演，不是强迫，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日积月累的改变。想要培养沉香之气，就要让自己的生命有积累，多读书，多思考，多经历，多反省，不要害怕慢，不要害怕平淡沉香的醇厚，正是在平淡的岁月里养成的。想要培养福气之香，就要练习感恩与活在当下。每一天找到生活中哪怕很小的值得感谢的事情，认真感受它，珍惜它，不要总是往远处看，总是想着等我有了那个，等我达到了这个，我就会幸福。这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幸福在当下，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里面。想要培养清泉之运，就要勇于面对自己，清理内心的机构，定期反省自己有没有积累了太多的怨恨，有没有在某件事上执念太深，有没有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不公正的评判，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内心的打扫是清泉之运的必要功课。我还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三种味道的修炼需要一个前提，放弃表演的冲动。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太想让别人看见自己有多好，太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和称赞。这种冲动是三种味道最大的天敌，因为只要你还在表演，你的注意力就没有真正放在自己的内在成长上。只要你还在追求别人的认可，你的气场就永远是向外求的，而不是向内生长。而那些真正有这三种味道的女人，她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已经不在乎了，不在乎你怎么看她，不在乎你怎么评价她，她们只是在做自己，在活自己的生命。这种不在乎，不是冷漠，不是傲慢，而是一种真正的自足与自信。易经里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向内伸展，不断修炼自己，不依赖外力。厚德载物是有足够的内在厚度，才能承载更多的人与事。把这两句话活成生命，这三种味道自然就有了。讲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她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不顺，丈夫离开了她，带走了大部分家产，孩子判给了她，但她一个人带孩子，经济上非常拮据，身边的人都说这个女人这辈子完了。但是10几年后，我再见到她，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沧桑的感觉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宁静、从容和清澈。她脸上的皱纹不是那种苦熬出来的苦涩痕迹，而是岁月赠予她的礼物，每一道都像是一个故事。我问她，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她说，我当年走投无路的时候，开始认真研读易经。我发现易经不是在告诉你命运是固定，它是在告诉你变化是永恒的，而你永远有选择的余地。我选择了接受那段经历，接受之后我就不再抱怨了。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能控制的事情上，把孩子养好，把自己活好。我又问，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幸福吗？他停顿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幸福是不是这个感觉，但我知道我每一天早上醒来，心里是踏实的，是感激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当时听完，久久没有说话。这就是我今天说的3种味道，全都在他身上。沉香之气是他那10几年的艰辛与积累，福气之香，是他那句每天醒来心里是踏实的，
清泉之运是他在经历了背叛与困苦之后，依然能清醒地看待生命的那种眼神。没有人给他这3种味道，是他自己活出来的。所以我一再说，这3种味道装不出来，但是可以活出来。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真的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活，早晚有一天，别人在见到你的那一刻，就会感受到这个女人过得很好。还有一点我要补充说明，是关于命运与气质的关系。有人会问我，老师，我的八字不好，我这辈子是不是就注定了气质平平，没有这3种味道？我每次听到这样的问题，都想摇头叹气。易经最根本的思想，从来不是宿命论。易经的核心是变化，易这个字本身就是变化的意思。64卦每一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卦爻在流转，吉凶在转化，否极泰来，物极必反，这是易经最基本的道理。命理上的八字是你出生那一刻天地给你的底牌，这张底牌确实有好有差，但牌好的人不一定赢，因为有人不会打牌；牌差的人不一定输，因为高明的人能把插牌打好。见过太多所谓命好的女人，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原本有的那点气质被傲慢、懒惰、肤浅给消磨殆尽。我也见过所谓命不好的女人，一步一步的走，认认真真的活，最后活出了让人敬佩的气质和格局。所以请不要用命理来给自己找借口。八字是底牌，努力是打法，机缘是时机，三者合在一起才是你的命运。而这3种味道，沉香之气、福气之香、清泉之韵，归根到底是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不是你的八字决定的。还有人问，如果我身边的女人有这3种味道，该怎么对待她？我说，珍惜她。这种女人是不可多得的，因为拥有这3种味道的女人，她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风水。你在她身边，你的气场会受到正面的影响，你跟她相处，你的眼界和思维会被她带动。看着她活着，你会找到一种生命的参照，知道原来一个女人可以活成这个样子。风水里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你的福气。同样，如果你自己已经活出了这3种味道，我也要告诉你，请不要把这些东西随便给懂珍惜的人。沉香珍贵，不能随意挥霍；清泉甘甜，不能随处倾倒。福气有限，不能无谓消耗。懂得珍视，懂得守护自己的气场，也是这3种味道的一部分。好，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总结。一个女人身上有这3种味道，说明她过得很好。第一，沉香之气，这是岁月沉淀出来的从容与厚重，对应易经坤卦的厚德载物。有这种气质的女人，稳得住，撑得下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二，福气之香，这是生命充盈与知足常乐的丰盛感，对应易经泰卦的天地交泰。有这种气质的女人，眼神有光，体态舒展，走到哪里都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第三，清泉之韵，这是历经世事仍然清澈透亮的智慧，对应易经景卦的景养而不穷。有这种气质的女人，内心干净，说话有力，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着自己的清明。这3种味道不是天生的，是活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用真实的生命换来的，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靠自己修炼。我研究易经几十年，见过无数的人，越来越相信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深的风水是人的心性。你的心性好了，你的气场就好了，你的气场好了，你身边的人和事
就会发生变化。你身边的人和事变了，你的命运就跟着变。这不是玄学，这是一种真实的因果。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往这3种味道的方向活去，每一天都往那个方向多走一步，不要急，不要逼，只是认认真真的走。假以时日，你身上自然会散发出那3种味道，不需要你开口说，别人一见到你就知道这个女人过得很好。最后我想说一句话，送给所有在看这篇内容的女性朋友，易经告诉我们，64卦没有一卦是永远好的，也没有一卦是永远坏的。最低谷的时候，里面藏着转机；最顺遂的时候，里面暗含风险。这是天道的运行，无可逃避，但也无需恐惧。你现在的处境，管多难，都是暂时的。你身上积累的每一分沉香，每一缕福气，每一滴清泉，都是你的，谁也拿不走。活好当下，养好自己，那3种味道终究会来的。